哎，你不会游泳，当心又掉下去。来，谢谢。好。哎，谢子哥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在水里憋那么久。这是闭气功，我姨父教我的。辛苦了，谢兄。来，哎，快擦擦。没想到你还游2下子呢，谢大侠。苏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底下太浑浊了，我什么都看不清，只捞了这些，你看看能不能用？这不是普通的木板，而是一块船板。有松节油和辣的味道，是为了防锈，只有在船板上才会涂。是防水隔板，在船体和甲板之间会有一个防水隔间，一旦船体破损漏水，防水隔间可以防止水进入船体。这你都知道？当年打仗时看见过。可就在银子运来的那天晚上，突然开始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暴雨，一道白光唰一下击中了那艘船。根据围观群众的说法来推测，这运营船应该是被雷电劈中的。雷击通常会劈中在最高点，如果是劈中船只，也应该是在最高的桅杆处。可这块防水板是在船底，而且这上面还有过火的痕迹，这不是雷电劈中所致，明显是船底漏水。有什么？火药的味道。看来这龙王吞银应该是人祸。苏大人莅临本县，一路辛苦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海涵。孔大人不必客气。苏大人，我这就命人准备上好的酒菜。孔大人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苏某奉命彻查赈灾因丢失一案已有进展，沉船并非意外，这块船板上的痕迹便是证据。苏大人，您这是开玩笑吧？这么一块破船板拿去当证据，会被州府笑掉大牙的。打捞上来的箱子，可否让本官一看？苏大人一定要看，下官自然不敢阻拦。苏大人，这些箱子打捞起来的时候，我是当着全县百姓的面打开的，这里边全是石头。您说，除了龙王他老人家，谁还能够不开锁就把银子取走呢？向来只有人才会装神弄鬼，却总是让鬼神们来担这些罪名。苏大人这话什么意思呀？箱子被调包了。这些箱子可都是打捞队实打实的从河底捞起来的，还有上边这几字锁，那可是皇上赐福咱们这些受灾的州县特意让户部赶制的。这调包之人只知道锁眼上有吉字，却不知这次户部为了取悦皇上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隶书来打造，而是使用了皇上手写的吉字。如果我没记错，皇上手写的吉字上面的部分应该是下短上长。没错，所以有人假借鬼神之名，早已将赈灾银调包。苏大人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事儿是根本就不可能啊！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，剩下的那个便是真相。孔县令极力主张龙王吞银，莫不是心虚？别以为你是苏大人的朋友，就可以以下犯上。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既没有妥善安置灾民，也不见你关心案情，甚至连出了活人祭祀这等荒唐事都不见你踪影。若是为官都如你这般，我看倒是谁都可以以下犯上。苏大人，我敬您是明镜署的，该配合的也都配合了，
至于下官是否玩忽职守，这不还有监察署吗？轮不到大人您说话吧？当了官，若只听得了谗言，苏大人倒真的可以请监察署过来走一走。孔大人，苏大人，这灾银确实是不见了。如果二位有本事，那就问龙王要去吧。下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告辞。自从那天回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过港了。那当日负责打捞的人呢？都是衙门的人，不在这儿。这艘船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打捞船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凡做了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5万两，3000斤。小哥，这艘船如果装3000斤的货物，吃水线会在哪？大约就在那条印记很深的水线上。裴兄，你看，这里有2条吃水线的痕迹，刚好这几日水面上浮有绿藻，所以便在船身上留下了极浅的痕迹。那回岸时，这船的负重是镇在营的2倍。石头先被卸下，船上还剩下近3000斤的镇在银，直到第2天才被卸下，所以便留下了这第2条线。可是，这银子是怎么装上船的？又怎么能不被人发现的呢？没有被装上船。没装船，但是赈灾银是用渔网拖回来的。孔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县令接到胡员外的举报，说有人私闯民宅，打伤家丁，劫掠财物，行恶之人极为嚣张，致使民不聊生。本县特亲自带兵前来捉拿。你说谁是恶人？谁私闯民宅？谁劫掠财物了？就是他，还有这个女的。你这人睁眼说瞎话！这粮食是我们借的，借条我也写了。你血口喷人！你们抢的粮食？劫富济贫嘛，而且不是抢，明明是借。谢大哥连利息都给了。孔大人，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有误会吗？没有误会，我没有见过什么借条，更没有见过银票。这2个是主犯，那2个是从犯。你胡说八道！证据确凿，都给我带走。谁要敢反抗，就地处决。谁敢？孔武德，你连明镜署都不放在眼里吗？本县并没有接到明镜署要派人前来查案的公文，你用一块假的令牌冒充朝廷命官，其罪当诛。似你这般无耻无畏，还真是少见。别跟我废话了，拿下！你们试试。谁偷袭本官？裴某从不偷袭。抓起来，全抓起来，严刑拷打！我看谁敢！放下兵器！孔武德，还不出手就擒！少爷，
来得晚吗？是，来得刚好。孔武德，你在官银行至清水县时，便令人将其沉入水中，炸毁船底，然后又将装满石头的箱子一并沉入水中，在打捞官银时，便偷天换日。他二人的证词和这块船板，便能说明一切。大人，也不知这二人是你从哪里找来的，再加上这么一块破船板，能说明什么呀？飞恩，带人上来。娘子，娘，大人，就是这位孔县令，要小的抓了兄弟们的家人，还以此来要挟我们，不能把赈灾营的事情说出去。兄弟们都是被逼无奈，还望大人明察。就是他，让我们用装了石头的箱子把赈灾营调了包，过程跟苏大人说的一模一样。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！苏大人，苏大人明察呀！不要听信他们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苏大人明察呀！苏大人，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押下去！是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苏大人明察呀！苏大人，苏大人明察呀！苏大人。小飞渊今天算是立了头功了啊！可不是嘛，飞渊今天不仅找来了官兵，而且救了那些衙役的家人。厉害！哎呀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少爷聪明，什么都想到了。真的啊？哦，原来是裴兄一早安排好的呀！幸好来得及时。我还担心这个姓孔的会跟我们鱼死网破，好让我们不好脱身呢。无双，这个不用担心，不过就是一些虾兵蟹将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最厉害。